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东。最近有朋友问我说，他快要 IT 专门学校毕业了，但是找不到日本的 IT 公司，无论是自设还是派遣，都找不到。问我说可不可以选华人 IT 派遣公司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吧。前2个月碰到的，就是在现场有一个人，他是从其他地方来到东京的，而且还是日本的大学毕业的，还不是专门学校的。但是因为找不到工作嘛，所以特别着急。当时毕业的时候，最终选择进一家很小的华人 IT 派遣公司。嗯，他进这家公司之后签的合同是比较坑的哈。首先前3个月是没有工资的，就相当于公司免费培训你。其实华人 IT 派遣公司这种所谓的免费，其实并不是免费的，它还是能挣钱的，因为只要把你派到现场里面去，他都可以从客户那边拿到钱。除非是说他主动跟客户说我这个人不要钱，只是送进来学习的，这种情况下他才拿不到钱，不然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从你身上赚到钱的。但是合同上他们已经这样签了嘛，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。前3个月基本上他都是自掏腰包，来满足自己的生活，还有吃饭什么的。但是到了第4个月，他已经属于转正，而且有稳定的现场了。公司还跟他说，每个月只能给他10万日元，因为他的技术不足啊，还有什么什么的，反正就是说了一堆他不好的，算是 PUA 吧。其实这个人日语还挺好的，技术也还过得去。经过这3个月的学习，已经差不多能够独立就是改 bug 或者是做一些小功能了。但是经过这样 PUA 之后，他还是接受了这个条件。不过最后他可能去查了各种地方吧，还有问了很多人，还是决定离开这个公司。这个决定其实是正确的，估计他现在已经也找到了一家相对正规一些的公司了。从这个分享来看哈，大家在选择华人 IT 派遣公司的时候，一定不要选择那种规模很小的。这种规模很小的公司，它基本上是招不到什么人的，只能够通过这种我提供签证，然后你来我这边工作，这种交易的方式才能够招到人。大家在选择华人 IT 公司的时候最好是选择20到30个人以上的，因为有这个规模的公司，基本上案件是比较稳定一些的，他肯定要有一部分长期的案件拿在手上，他才能够养活这20到30个人嘛。而20个人以下的，他基本上是把每个人都随便派到一个现场里面去，通过这种比如群或者网上找一些案件，然后不断的去面试，把这些人弄出去。这种情况是特别容易待机的。一般低于20个人规模的公司，它没有什么正社员之说，基本都是按照派遣社员的方式来给你签契约的。而且有的还没有待机费，更别说10个人以下的公司了，那基本上就是没什么人愿意去的公司了。华人 IT 派遣公司它整体的人员流动性是特别大的哈。大家都知道，日本人进了一家公司，基本上都会比如说从毕业一直干到退休。虽然现在这种现象没那么严重了，但是基本上还是这样的。不过华人 IT 派遣公司的人员流动，基本上比如1年到2年就会有一批人选择跳槽。所以说那些人数规模很小的公司，基本上人员流动是特别大的。比如说1年就能走掉一半的人，这种公司也是有的。如果华人 IT 派遣公司能够把人留到3到5年以上的话，那这个公司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。因为中国人嘛，他比较精明嘛，在工作的时候他会到处去搜集一下，比如别的公司跟他同样经验的人大概能拿多少工资，还有就是说自己的这种情况能不能跳槽到日本的公司，就是说他会不断的去收集这些情报，然后去频繁的跳槽，不管是为了工资也好，还是为了以后的发展也好。
很难会在一个公司待很长的时间的。所以说，如果大家无论是语言学校毕业还是专门学校毕业，除非你是实在已经找不到日本公司的情况下，或者是说那个日本公司很小很坑，网上的评价也特别不好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去找一些相对正规一些的华人 IT 派遣公司，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然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找到工作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